未来很久远的一个想法，爱干嘛干嘛，想干嘛干嘛，一直在那搓腿，都难以启齿。他掉进了粪池里，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一样，一直以来的陪伴吧，以感情传递能量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浩，关注文艺指南 Fresh， 在这里发现文艺新势力。我们先是今天的特别任务，请在9进制当中任选3位兄弟发微信，我是不是你心中最可爱的？采访结束前如果都回复了，那就是赢了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请用假基因向粉丝告白。一般夜间比较活跃的是谁呢？最活跃的应该是我。先跟九儿吧，九儿今天见面了。九儿啊，哥问你个问题呗，我是不是你心中最可爱的？我跟大哥应该可以，大哥在节目里宠我。哥，我在你心中是不是最可爱的？呀，他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。喂。干啥？你就说我是不是你心中最可爱的？你在哪儿呢？你说，你快说。你太狗了！我在做采访，快。重新来 N 几下，不好意思。我是，哎，别挂了。喂 ，Hello， 我是不是你心中最可爱的？你是我心中最可爱的，是那个傻黑甜。傻黑甜，别人是傻白甜，我就是傻黑甜。你最聪明了，你最细心了，其实。还差一个是不是？给力啊！立刻打过来。我不确定奇遇这会儿能不能回。超哥，我是不是你心中最可爱的？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的契机是什么？当时我觉得要做品牌、做衣服也好，其实是我未来很久远的一个想法。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搭配一些衣服，但是呢，可能平常不会做那么多的东西。刚好这次机会能够在我自己人生计划当中能够提前摘出来去做，或者去学习也好，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我说跟导演说，怎么推荐自己去这个节目？觉得这个节目跟想象中有哪些不一样呢？我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会觉得我们可能用嘴多一点，比如说我们去跟设计师沟通，去跟厂家去沟通，我们想做什么样的衣服风格，然后材料。但是现实融入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，你自己流程都要自己 Q。导演组就是非常放任我们，爱干嘛干嘛，想干嘛干嘛，录的没有进度我们也不管的那一种。我们也从最基础的，就是从使用缝纫机也好，走线，然后布料的选择、打版呀，所有的流程全部了解了一遍。看你有的时候还是素颜出镜，是你需要自己化妆吗？对，是会自己打一些底，本来就是对自己的皮肤有点不自信，有点偏黑，所以说我会给自己上一点点的这个底妆。那能不能聊到就是8个兄弟是怎么破冰的呢？我是觉得时间这2个字吧，因为我其实本身非常内向的一个人，如果说剩下8个兄弟他们都不主动的话，我可能是最不主动的一个了，我可能就会非常退缩，也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吧。前几期节目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是后边就是完全放开自己了，也是。那最早跟你搭话的是谁呢？最早搭话嘛，那我就是任盈鹏鹏了，他是第一个进去的，然后我是第2个进去的，我俩尴尬到极致，一直在那搓腿。在厂里的集体生活会有什么感受吗？可以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。刚开始其实对集体生活我是不太懂的，因为自己平常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比较多，现在就是跟大家生活完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得更加开心了。这个时候就要 Q 一下我们的长狗抱抱，大家在后续会看到，就是他有一天都难以启齿，他掉进了粪池里，哎呀，搞得那个一身脏啊，大家就在这帮他洗澡。我觉得他也是命中注定适合在节目里出现的狗狗吧。刚才也提到自己学了很多新的技能嘛，那觉得最难的或者最有挑战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把想法能够实现在图纸上。其实像我这种不会画画的人来说，就是动笔是非常难的，有几个环节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衣服，然后加入一些想法。会打消自己以后想做服装的这个想法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。即使前面再难，当自己的成品展现到自己的面前的时候，不管它好还是坏，你就会感觉其实像是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一样。前是看到你就是有跳广场舞嘛，那是很受阿姨的认可吗？因为当时跳着跳着突然下雨了嘛，下雨了之后我们就和阿姨们一起躲雨，他们一直在夸赞，哎，小伙子你跳的怎么这么好啊，这种感觉。对海宁广场舞小王子这个称号有什么想回应的？我将来要做的就是从小王子变成大王子，有机会啊能够组织一场什么广场舞大赛什么的。那如果要给粉丝做应援服，你要用到什么元素呢？我觉得尽量融入黄色的东西吧，但是可能黄色的衣服的话，可能也会有点挑人，所以说更多的是把它做成一些图案或者一些点缀什么的。那对你来说，随舞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？
群像吧，大家都是喜欢舞蹈的一个身份，把热爱转化到现实中，我们一起去享受这个东西。之前说自己终于实现了微博自由，现在有了更多的自主权，会怎么样去看待跟粉丝之间交流这个氛围呢？我会自己突然就是上线去给自己超话签个到。你敢签到吗？我觉得应该我不会有那个手速，下次我试试。然后前几天我穿了一双比较可爱一点的，就是鞋子，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装饰什么的，我也是拍下来随手就发到帖子上面给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了。就是怎么看待自己跟粉丝之间这个关系呢？我觉得就是朋友就好，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有时候在线下见到我的时候，或者是一些私信都会跟我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这2年来的话，觉得粉丝让你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觉得就是一直以来的陪伴吧，从选秀开始到现在，大家都是无时无刻的给我一个陪伴，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说，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嘛。所以说，我也会尽我所能，然后去反馈大家对我的这个喜欢吧。南宝星球我也有陈成一对，是吧？投票了吧，老师？出道2年的话，你觉得自己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心态其实在今年变化比较大的，就是从进厂吧之后，之前觉得自己外向，但是感觉还不够，现在就是感觉更加外向。我甚至觉得自己感情更加丰富。之前的感情可能就是这个人比较容易哭啊，或者是一点小事怎么样，现在就是会对身边发生的更多事情去投入情感，然后也去接受别人所传递出来的这种感情了。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自己哇，真的是职业艺人了？还是觉得舞台上的时候，我任何时候都是觉得舞台上自己最像我心中想要的那个自己。那10年后，如果大家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希望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个很难、很有深度的一个问题。我希望的就是跟大家最初认识我的一样，永远不变的东西，就是我对舞台的热爱吧。那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一个艺人呢？不只是会唱歌跳舞、做音乐、弹乐器，更多的是能够传递感情、传递能量，并且给大家带来积极向上这样的一个艺人吧。现在为止没有更多的人回复了。是，剩下2位可能都在忙，林大哥就是属于一旦过了一个点之后，他就是开始。奇遇呢，这会儿他应该是在工作。那请用夹子音向粉丝告白。还用夹子音，本来就告白就很害羞了。爱 Level 爱他加油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就当你过了。行，见我的 Level 们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。第一，真情实感；第二，敢玩。对镜头说是不是更真诚？我还是会继续加油的，我还是之前那个不怕困难的4号。文艺指南星光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浩。在腾讯视频搜索文艺指南 Fresh， 收看更多明星采访的精彩花絮哦。